别被保质期骗了。这10种食物标签过期1年也能吃，第1名比黄金还珍贵，千万别当垃圾丢。极限的物理脱水、天然的油脂结界以及微观分子的缓慢熟成，大自然赋予了某些食物跨越时间的不朽之躯。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过期1年也能放心吃的食物，来一场厨房里的抢救钞票行动。第10名，干黄豆。很多人发现过期的干豆子煮了3个小时都煮不烂，断定它变质了。大错特错，这在食品工程学上叫做难煮缺陷。这是因为豆子在长期存放中，细胞壁中的木质素和果胶发生了物理硬化，水分极难渗透进去，它变老了，但绝对没有变质。遇到这种过期但没生虫的铁豆子，只需在浸泡的水里加一点小苏打，碱性环境能瞬间软化果胶，煮出来照样软糯开花，植物蛋白1分不少。第9名，未开封的花生酱。放了1年，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油，下面硬成石头，坏了吧？恰恰相反，那是它在自救。纯正的坚果酱静置后，天然油脂会渗出并浮在最上层，这层厚厚的油形成了一道绝佳的天然氧气阻隔层，它死死地封印了下方的酱体，让氧化反应和好氧菌彻底窒息。只要没开封，没有闻到刺鼻的哈喇味，这层油就是它的防腐剂。用干净的汤匙用力搅拌，让油酱重新乳化融合，它依然是那瓶香气扑鼻的极品酱料。第8名，纯粮固态发酵的酱油。只要你买的是配料表极度干净，那含量极高的纯粮原酿老抽，包装上的保质期完全是画蛇添足。极高浓度的盐分建构了惊人的渗透压结界，能瞬间吸干杂菌的细胞液。同时，大豆发酵产生的海量氨基酸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防腐能力。过期1年的好酱油，水分微弱蒸发后，氨基酸肽氮浓度反而更高，鲜味更浓烈。只要瓶底没有发臭的异物，它就是厨房里的液体古董。第7名，真空包装的精白米。现代碾米工艺极度残忍地剥去了大米富含脂肪的胚芽和米糠，虽然损失了维生素，但却剔除了所有可能氧化酸败的脂肪源。加上真空包装抽干了氧气，这袋白米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淀粉晶体。在闭关恒温的地下室，真空白米的保存期限不是1年，而是惊人的30年。过期1年丢掉，你丢掉的是末日最硬的通货。第6名，生粉。家里勾芡用的玉米淀粉、地瓜粉，过期了就丢，你丢掉的是一把纯粹的多糖结晶体。生粉在极度严苛的工业萃取中去除了所有的蛋白质和脂肪，对于细菌和虫子来说，这里是一个没有任何水分和油水的绝对荒漠。只要它被封在罐子里，没有吸潮结块，它的微观化学键能稳定存在几十年。过期2年，照样能勾出完美的玻璃芡。第5名，冻干纯黑咖啡粉。注意，是纯黑咖啡，不是加了奶精的3合1。冻干咖啡的制作是一场物理奇迹。在零下数十度的真空中，咖啡液里的水分直接从冰升华为气体被抽走，水分含量被极限压榨到不到2%。在这个极低水活性下，微生物根本连发芽的资格都没有。只要那层铝箔封口没破，咖啡内部就一直处于玻璃态休眠。过期1年，你失去的只是少许挥发的香气分子，但它的安全性坚如磐石。第4名，传统干意面。决定食物腐败的不是水分总量，而是水活性，也就是能被细菌利用的游离水。现代工业挤压烘干的硬质小麦意面，其水分活度被死死压制在0.6以下，这是一个任何已知致病菌都无法繁衍的物理绝境。只要密封防潮，没有长肉眼可见的霉斑，过期1-2年的意面下锅煮熟后，依然能为你提供最优质的碳水化合物。第3，纯天然新会陈皮。果皮放久了不该烂吗？不，陈皮在3蒸3晒后，内部水分浸湿，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内部的挥发油和类黄酮化合物发生极其复杂的氧化聚合反应，刺鼻的青涩味褪去，转化出醇厚深邃的沉香和药香。对于真正的陈皮来说，过期就是个笑话。3年起步，10年极品，30年那是能当传家宝的。如果包装上印着保质期2年，过了2年你把它扔了，广东人看了会心痛到流泪。第2名，干制菌菇。停止浪费。干燥的香菇在存放过程中不但没有坏，它体内的核糖核酸反而会在酵素的缓慢作用下持续分解生成海量的鸟苷酸。鸟苷酸是什么？那是鲜味强度超过普通味精几十倍的天然提鲜分子。只要保持绝对干燥，没有长霉，存放时间稍长的干香菇泡发后炖鸡汤，其释放出的鲜味物质远比刚晒干的新货更加凶猛霸道。第1名，名贵干海产。未受潮发霉的名贵海味干货如干贝、海参、花椒等，你以为它们表面那层白蒙蒙的东西是发霉？
那是由于水分极其缓慢的蒸发，海鲜内部的盐分和游离氨基酸析出到表面形成的结晶。这一层白霜就是大自然浓缩的顶级天然味精。这些海鲜含有极高浓度的蛋白质，在完全干燥的状态下，它们自身的蛋白酶并没有完全死绝，它们会在几年的时间里，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将大分子的蛋白质一点一点剪切成能刺激人类味蕾的小分子多肽和氨基酸。这就是为什么懂行的老广在煲顶级高汤时，绝不用新出厂的干贝，而是四处寻找存放了3年、5年甚至更久的老干贝。因为只有时间的酵素碱才能去除海鲜的腥爆之气，留下深邃、醇厚、绵长不绝的顶层海味。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划破了保质期的谎言，为你挽回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并转发给家里那些一过保质期就疯狂丢东西的年轻儿女和朋友们。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